他正忙着为今晚的告白做准备，谁知爷爷突然打断了他的计划。原来他被德国的商学院破格录取了，3天后就得去报到。爷爷非常重视这件事，他只能发消息给心上人解释情况，结果对方竟然完全没理他。10年后，他的心上人季星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对方是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产品工程师。那天季星正匆忙赶往公司，没想到地铁停运了，只好选择骑自行车去。同时在德国待了10年的韩婷被爷爷叫回国来接管家族医疗企业，不料在一个红绿灯路口被一个外卖小哥车轻轻剐蹭了一下。更巧的是，这件事竟然和季星有关。韩婷万万没想到10年后还能偶遇当年的旧情人，心里的怨气仍旧未消，所以他没打算上前认人，只是让司机留下电话号码，然后自己就离开了，匆匆忙忙地赶到公司参加一场产品报告会。没想到一向不露面的大老板竟然来了。等到季星上台做产品汇报，看到大老板是韩婷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韩婷，但韩婷的态度却异常冷淡，像是根本不认识他一样。会议结束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。但季星不知道的是，他做汇报时那种滔滔不绝、信心满满的样子。韩婷突然回忆起了学生时代，那时候他在比赛上台演讲，而现在季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。因此他上网查了查东阳医疗的总裁信息，结果发现那人真的是自己大学时的校友。但他怎么就不记得我了呢？谭松韵的新剧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一开播，就有客户搭他的肩膀，旁边暗恋他的徐凯看到了，显然很不高兴。之前季星为学弟苏之洲的创业计划做了些修改，没想到对方竟然邀请他一起创业。考虑到即将结婚和买房，求稳的季星婉拒了他的提议。这时候老板曾迪打来电话，让他晚上陪同去见一个客户，还叫他稍微打扮一下，说那个客户很重要。到了约定的地点才知道，大学时的校友韩婷也在场，而那位重要客户正是仁爱医院的老板赵兴博。他们希望能与赵兴博合作，打算将公司的智能医疗机器人小白推广到仁爱医院。没想到赵兴博一见到季星就对他产生了好感，这让韩婷感到很不是滋味。季星趁着打牌时向小赵总介绍小白的功能，对方显得非常感兴趣，说回去后要和他父亲讨论一下，但还需要季星后续详细介绍，趁机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曾迪突然叫他出去了，赵兴博的计划就此落空。一心对曾迪突然叫他回去感到非常意外，真是出乎意料。看到韩婷装作不认识自己，心里真的很受伤，但他不知道韩婷之所以装作不认识他，是为了赶他走，因为他看不过眼小赵总对他的骚扰，想要保护他。他也不知道他们曾一起参加全国大赛，那天他们还拿了第1名，本来约好晚上一起吃饭的，结果对方却爽约了，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晚为什么没来。韩婷至今不信季星没收到自己的短信，女士刚获知有升职机会，转眼间却发现这只是上司的谎言。知道真相后，季星顿时感到很伤心。公司之前和仁爱医院签了合作协议，大家都以为这是老板曾迪的功劳，直到季星收到赵兴博送的花，大家才明白原来是他促成的合作。研发总监感到压力山大，于是他假惺惺地说会去找人力总监帮他升职，还说这次项目的最高奖金肯定是他的，让他周末的庆功宴好好放松。可庆功宴那天，季星看到曾迪和韩婷一起出席，还发现他们10年前曾一起去德国留学。那时韩婷就打算研发诊疗机器人，是他的投资和陪伴才让曾迪走上了创业之路。男人看着曾总调侃韩婷，你俩真是天生一对。韩婷对这种玩笑只选择沉默，不过季星确实觉得他们挺配的。一个人默默地研究着场外的机器人模型，韩婷出来接电话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他走过去想找他聊聊为何当年不接自己的电话，为何短信也不回。话还没说出口就被曾迪打断了。随着他们离开，季星走进了洗手间，无意中听到了领导的对话，才知道原来升职只是个骗局，这让他彻底崩溃。刚从洗手间出来就被销售部的朱总监堵住，朱总监说要跟他谈谈。季星看清了朱总监的真面目，他不想再说话，没想到朱总监竟然无耻地摆出咸猪手，明明是被上司非礼，没想到上司居然颠倒黑白，公司老板还想息事宁人。好在季星不是那种软弱的人，他立刻要求调看现场监控。这下朱总监开始紧张了，但监控视频里没能证明骚扰行为，这让朱总监变得更加嚣张。陈总监在一边虚伪地帮他说话，让季星向朱总监道歉就算了事。季星气得都快哭出来了，幸好韩婷让助理唐宋介入。唐宋提到酒店的服务机器人有内置摄像头，应该录下了季星遭遇骚扰的一幕。朱磊听后更是慌了，一听到这个，唐宋已经安排技术人员去调取视频，
为了有机会从轻发落，朱磊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行为。得知这消息后，曾迪立刻很不满，表面上还是对纪星关怀备至，保证一定会给他一个说法。从今天开始，朱磊不再是广华公司的员工了。其实背后却在密谋用计将纪星除掉。纪星完全不知道老板正打算对付他。跟男友讲完今天发生的事后，突然想到那个唐宋跟那天剐蹭豪车的司机长得一模一样，于是打开手机发了条感谢今天帮忙的信息。没想到结果发现对方的声音跟韩婷一样。纪星觉得这太奇怪了，当确认对方真的是韩婷后，纪星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回头看以前的聊天记录，这一刻觉得自己快羞死了。原来韩婷之前从朋友那里听说纪星可能没收到自己的消息，然后拿出纪星肇事时留下的联系方式，发现他现在用的号码确实跟10年前的不一样，就借处理车祸的机会加他为好友，开始聊赔偿事宜。纪星以为他是那个司机，得知对方是老板后信以为真，就大力称赞他的老板人好。现在知道对方就是老板，看这条记录自然感觉很尴尬。第二天去公司，同事们都用怪异的眼光看他。公司里，网上对昨晚的事情议论纷纷，大家都以为韩总和纪星有关系，不然唐特助不会出面帮忙，曾总也不会，二话不说就开除销售部总监。这正是曾迪想达到的效果，因为他一直对韩婷心存好感，但韩婷只把他当朋友，对纪星的态度却完全不同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明明是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，结果却被同事孤立和打压，甚至被老板指使领导对他使唤。作为一个辛苦的打工者，纪星只能乖乖接受领导的安排，去医院了解智能诊疗机器人的用户反馈。没想到却被告知他们不打算继续提供数据支持给小白机器人，医院也不准备继续推进第2阶段项目。纪星感到非常惊讶，他想知道具体的原因，但对方却不愿意透露太多。离开时突然发现智慧云医生系统出了故障，排队等待的患者家属们很焦急。纪星看在眼里，立刻联系了之前的接触人李主任，主动表示愿意尝试修复系统。在他的协助下，很快就把系统修好了。李主任对他表示感激，终于透露了不再合作的原因。小白机器人虽然检测和出诊做得不错，但患者在出诊后还需要医生的再次确认，这对综合医院来说太麻烦了。纪星这才明白，智能诊疗机器人目前阶段更适合资源不足的乡村诊所。曾迪知道纪星又为公司立功，非常恼火。陈松伶还在找纪星的麻烦，黄薇薇搞错了数据核算，却让纪星来负责解决，结果他不得不加班到深夜。正好遇到也在加班的韩婷，看到他在公交站等车，韩婷停车说要送他回家，两人一起坐在车里。纪星一路沉默，韩婷突然说10年了，你几乎没怎么变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什么时候换的手机？我大学时就换了。他感觉自己被领导不公平对待了，承诺的奖金和升职全都泡汤了。虽说陈松伶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纪星明白他是故意针对他。他决定去找老板曾迪投诉，曾迪却说陈总监有他的打算，以不干涉部门管理为由推脱了，然后把纪星赶出了办公室。纪星回到自己的工位，心情就像破了气的气球。他把小白机器人2期的方案发给了陈松伶的邮箱，然后他提出了辞职。虽然有竞业限制，2年内不能在这个行业工作，但公司规定他还得再待1个月。做完手头上的工作并交接完毕，韩婷看到他离开公司，猜到他可能辞职了，他让助理把他的简历发给江博士。她男友得知后安慰他，建议他休息一阵子也好，等他忙完手头的项目就会立刻回来陪他。学弟苏之洲又来拉他创业，说3D 打印医疗的前景广阔，可以服务于所有病患，这让纪星心动，但他还是犹豫不决。在对未来感到迷茫时，公司派他下基层去开展诊疗工作。韩婷在查看行程表时看到了纪星的名字，决定加入到青田渔村的行动。纪星刚抵达青田渔村，韩婷就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告诉他，江博士将前往东洋医疗，接手人工智能部门，负责智慧云医生的研发，邀请他加入江博士的团队，承诺解决竞业限制问题，并保证待遇比在广华市更好。在青田渔村的日子里，纪星看到很多老人因病痛苦，了解到当地人的经历，他越来越倾向于从事3D 打印医疗。只是创业的风险使他难以立刻决定。